外部干涉，经济崩溃，内部冲突的剧本，如今正在波斯湾畔惊人的复刻。毫无意外，伊朗会成为下一个叙利亚。6月13日，以军出动超过200架战机空袭伊朗，拉开了新一轮的中东大战。在开战之前，火力军还想着，即使伊朗打不过以色列，但好歹还能挣扎一下。结果战争爆发后，局势直接一面倒，以军战机随意出入德黑兰。伊朗高层将领频繁遇袭，核设施都被炸了，连哈梅内伊都在谋划出逃莫斯科，加上美国考虑参战，伊朗内部矛盾加剧的情况，结局可想而知。那么，伊朗的未来会是什么？是否会与叙利亚一样？就当前的情况来看，伊朗的确挺惨的，高层军事指挥官已经被连锅端了。为了保证指挥链，哈梅内伊紧急启动大规模人事任命。问题在于，这只是治标不治本。根据《纽约时报》的爆料，在2024年底，阿萨德政府逃往莫斯科之后，以色列就着手准备袭击伊朗了。在此之前，摩萨德就已经开始行动了。作为4大特工组织之一，各位不用怀疑摩萨德的能力。之前，伊朗为了对抗摩萨德，成立了一个反摩萨德的专案组，结果这个小组的组长和手下的20多名特工全是摩萨德特工。这群人在干掉伊朗核专家、偷走关于核武器资料后，就跑到以色列了。在本次冲突中，摩萨德的功劳也很大，不仅瘫痪伊朗防空，还向以军提供伊朗高层指挥官的准确位置，从而精准打击。只要摩萨德还存在，哈梅内伊的换将就没有作用，估计上任没几天就要被干掉。如果有将领一直没事，火力军有理由怀疑他是摩萨德的特工或者内线。除了以色列不断空袭，美国也打算下场了，而伊朗却已经孤立无援。根据《纽约时报》的报道，在2025年2月，以色列就已经向特朗普阐述了伊朗的威胁。4月的时候，就请求美国提供基 BU 武器，以摧毁福尔多的地下核设施。只是当时的特朗普希望通过外交来处理伊朗核问题，并没有同意以色列的要求。不过，这只是以前的美国，在过去几个月内，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看法明显改变。外交什么都解决不了，拳头大才是硬道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伊朗急需外援，但无论是小弟还是队友，都没有办法支援伊朗。在过去2年的时间里，哈马斯、真主党以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相继遭受重创，特别是叙利亚政权的更迭，使伊朗失去了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。至于俄罗斯，那是伊朗的表面兄弟。自乌俄战争以来，伊朗与俄罗斯一副你侬我侬的样子。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，俄罗斯则掏出了苏35。虽然一直没到账，但态度至少已经表明了。在2025年1月17日，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契扬在莫斯科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。4月21日，普京签署法律文件，正式批准该条约，双方将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，有效期为20年，到期自动延长5年。不过，在6月19日的时候，普京表示，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不包含国防方面的内容，伊朗也没有向俄罗斯求援，只能说伊朗还挺有自知之明的。在乌俄激战的当下，俄罗斯也无意向伊朗提供防御援助。外部干涉拉满，己方却没有任何援助，无论放在谁身上都扛不住。于是有消息称，哈梅内伊已经在谋划逃往莫斯科，连老大都要跑，可见伊朗现在的情况。当然，如果仅仅是这样，伊朗还不至于沦落到叙利亚的情况，其最大的问题在国内。在巴列维王朝时期，伊朗是君主制国家，但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后，伊朗就开始实行政教合一制度，这点没什么。从广义上看，沙特也是政教合一的国家，但问题在于伊朗有2支军队。一个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，核心使命是捍卫伊斯兰革命成果与政权稳定；一个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，负责保卫国家主权。如果再加上伊朗警察司令部，那就是3大力量。在和平时期，大家是你好我也好，但真要出事了，那就不好说了。伊朗的国防军是巴列维王朝建立的，革命卫队则是伊斯兰革命领袖建立的。革命卫队是嫡系，国防军是旁系。无论是人员配备、武器还是经费预算，革
革命卫队总能得到更多的关照。血缘不同，待遇不同，所以双方关系不算好。在1979年的时候，伊朗的高层也想清洗国防军，将革命卫队变成伊朗唯一的军队，结果发现没了他们，连国家都无法保卫了。于是这支军队就一直保留了下来。当然，即使不对付，国防军表面上还是很乖的。伊朗宪法第110条规定，最高领袖拥有绝对统帅权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与应急指挥部则负责革命卫队、国防军与警察司令部的战略规划以及战役执行。不过，根据战争研究所的报道，在6月13日的袭击中，以色列便消灭了伊朗总参谋部以及应急指挥部的最高指挥官，切断了伊朗军事体系的战略大脑与行动神经。在接下来的空袭中，也大都是革命卫队遇袭。对于这件事，国防军只能表示喜闻乐见，至于反击，那根本不可能。国防军只会表示，我们的经费就那么点，武器不行，革命卫队那么好的装备都打不过，我们上去不是送人头吗？如果革命卫队衰弱到一定程度，都不用以色列动手，国防军与伊朗民众就会行动。原因很简单，伊朗经济太烂，国内不满情绪极为严重，平常的时候还有革命卫队压着，一旦革命卫队不行了，答案可想而知。如果大家关注伊朗的经济，就会发现在过去10几年中，伊朗的 GDP 跟过山车一样，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最高的时期是2012年 GDP 大约为6440亿美元，之后就一路下跌。因为这个时候伊朗执意发展核工业，欧盟加入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，直到2015年伊朗扛不住了，与美英德法等国签署核协议，大部分制裁都暂停了。之后伊朗经济开始复苏， GDP 从2015年的4092亿美元一路增加到2017年的4892亿，不过到2018年这个数字又跌到了3989亿美元。原因大家应该也都知道，特朗普退出了伊朗核协议，并重新开始制裁伊朗，于是伊朗经济再次暴跌，到2020年 GDP 就只有大约2622亿美元。从2020年开始，由于国际油价上涨以及欧美在乌俄战争后发动对俄制裁，伊朗的经济开始复苏，但直到2024年，伊朗的 GDP 也只有4014亿美元，没有超越2017年，更别说2012年的巅峰了。经济萎靡导致伊朗国内的矛盾不断激化。伊朗石油储量世界第4，天然气储量世界第2，就这个资源储量，伊朗经济应该跟沙特差不多，头顶一块布，全球我最富。只是由于长期的制裁，伊朗的经济很是萎靡。2024年，其人均 GDP 仅为4670美元，远低于海湾其他国家，就比如沙特，人均 GDP 高达3.35万美元。经济不行就算了，伊朗的贫富差距也很大，权贵阶层掌控石油收入，这个人均 GDP 并不代表伊朗低层的收入，而且伊朗在叙利亚、黎巴嫩的问题上也花了太多的预算，加上通货膨胀率也高得出奇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。有消息称，伊朗有60%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，失业率更是长期维持在11%以上。青年失业问题日益严重，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的不满情绪。由于经济问题，伊朗内部也并不稳定。2017年至2018年出现了遍及伊朗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抗议活动，在2019年至2020年则是反对国内燃油涨价的抗议，2022年至2023年更是出现了反对政府的抗议，革命卫队成了民众发泄的对象。而伊朗高层的选择就是通过互联网和镇压示威等方式来维持稳定，高压手段造成的结果就是更深的矛盾。在2024年，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想要通过放宽限制来缓解局势，但无法解决核心问题。现在伊朗人的看法就是宁愿让巴列维王朝复辟，都不愿意忍受当前政府。在2017年那场遍及伊朗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抗议活动中，最具代表性的口号就是我们搞了革命，但犯了多么大的错误。这不是说伊朗民众拥护君主制，而是讨厌当前政权。而且在伊朗国内，从民间到官方都有大量的人亲美，觉得跟着美国就能过上好日子，所以投降是有民意基础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伊朗只能通过发展小弟与对手打代理人战争，从而不影响伊朗本土。如果革命卫队遭受重创，无法完成国内的镇压任务，国防军就要出手了。迎归皇室或者高举民主自由大旗只是时间问题。
对于以色列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也不用轰炸伊朗的核设施，直接空投武器就完事儿了。与叙利亚相比，伊朗唯一的区别就是伊朗的反对派民众没有武器，缺什么以色列就送什么，这样做也能从另一种形式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以色列的目的与美国一样，保证伊朗无核，民用核设施都不行，毕竟有前车之鉴。2015年的时候，美国也认为保留民用核也行，于是与伊朗签署核协议，取消了大部分的制裁。但事实证明，这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。现在伊朗距离核武器只有一步之遥，甚至可能已经造出核武。有消息称，1开战之后，摩萨德特工截取到情报，伊朗制造核弹的实际进度比之前预期的更快，所以这一次作战就要解决所有的问题。在本次冲突中，伊朗只是口头上强硬，背地里则通过卡塔尔等第三国寻求与美国继续进行核谈判，并希望以色列停止轰炸，只是结果很明显，太晚了。之前特朗普表示，美国不是在寻求停火，美国寻求的是彻底的胜利，也就是伊朗没有核武器。以色列也是如此，经过长时间的谈判，伊朗的态度基本没有变化，依旧坚持发展浓缩铀。于是以色列动手了，认为继续美以谈判也无法真正解决伊朗的核弹问题。美国也耗尽了耐心，拒绝了伊朗的谈判请求。不过问题在于，如果只是单纯的轰炸核设施，并不能保证伊朗彻底无核，只要肯花时间，伊朗后面还能再发展出来。那以色列之后还要再来一次空袭伊朗，想要一劳永逸，就要解决伊朗核武的根本原因，比如伊朗政府。有消息称，以色列已经改变战略，从原本的清除核设施和军队领导人，变成了消灭现在的政权，让新领导人执政，从而彻底放弃核武。中东其他国家也保持默认，谁都不想看到胡塞、哈马斯或真主党这些组织拥有伊朗制造的核弹。从当前的情况来看，伊朗成为下一个叙利亚只是时间问题。那么伊朗的未来会是如何？外部干涉、经济崩溃、内部冲突，伊朗内乱的要素已经拉满了。第二个叙利亚是必然的，不过与叙利亚不同的是，伊朗大概率不会进入长时间的内乱。叙利亚之所以出现长时间的冲突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俄罗斯的问题。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，战争初期，叙利亚政府就四面受敌，节节败退，首都大马士革岌岌可危。阿萨德政府的实际控制区域一度仅占叙利亚国土面积的20%左右。不过在2015年9月底，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内战，阿萨德政府转守为攻，导致叙利亚内战到2024年年底才算结束。如果俄罗斯不插手的话，在2015年的时候，叙利亚危机就会结束，而不是再等9年。伊朗则不是如此，以色列轰炸伊朗时，大都是革命卫队的设施，削弱到一定程度后，伊朗国防军与民众出手就可以了。在这个时期，俄罗斯自顾不暇，以军可以加速伊朗的变革速度，更别说还有美国在一旁待命。所以就火力军而言，在以色列与美国的双重打击下，伊朗可以很好的进行政权更迭，不会出现长期的大面积内乱。新政权上台后，那就是拆除核设施，国际原子能机构长期驻扎在伊朗。之后美欧解除制裁，伊朗成为一个普通的国家。对于伊朗来说，普通可不是贬义词。如果自21世纪以来，伊朗一直普通，经济稳定发展，那就是下一个沙特。在2012年，伊朗的 GDP 就已经达到了6440亿美元，之后的13年里，经济就一直停滞不前。而2012年的沙特 GDP 也不过7400亿美元，而在2024年，沙特的 GDP 已经上万亿。如果伊朗没有遭受制裁，不会与沙特差很多，大概也是万亿美元。考虑到人口问题，伊朗的人均 GDP 不会跟沙特一样多，但要比现在过得好，起步都是5位数，混个温饱还是没问题的。如果想要实现经济腾飞，那就找越南取经。各位也都知道，20世纪80年代的越南跟美国不对付，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，美国解除对越南的限制之后，越南经济就一路起飞。从1990年至2010年，越南 GDP 平均增速 7.3%。原因很简单，外资开放加低端制造出口。在解除制裁之后，伊朗可以复刻越南的工业化路径，成为中东制造业枢纽。就结果来看，火力军还是建议伊朗放弃核武，拥抱自由。对于伊朗高层来说，这或许不是好消息，但对于伊朗人民来说，之后也有机会成为中东另一个土豪，石油加天然气加制造业枢纽，说不定伊朗的经济能够超越沙特。
就当前的情况来看，如果没有 B2 与 GBU 武器，以军想要摧毁伊朗的福尔多核设施，就只有2种方法。第一，特种作战，派遣特种部队潜入福尔多，在内部安装炸弹，炸完就走。第二，炸毁福尔多周围的发电站或变电所，让福尔多核设施无法正常运作。不过，根据战区的报道，除了这2种方式之外，现在又多了一种，拿 C130 投掷 GBU 武器。在美国那边 ，GBU 武器只在 B2 上投放过 ，B52 则只进行过测试，但现在美国还不确定是否出售，那就只能依靠以色列自己。B2 这东西那是美国的战略衍生轰炸机，不可能借给以色列使用。GBU 武器只是炸弹，还有一点希望。如此一来，以色列就有机会了。根据战区的报道，以色列的 C130 运输机有相当大的潜力，可以用来投掷 GBU 武器。这不是随便说说的，运输机投掷钻地弹，美军那边也有先例。在越战时期 ，C130 就投放过 BLU-82。在2003年，美军也利用 C130 测试了 GBU-43，并在阿富汗战场进行了实战。按照过去的经验来看 ，C130 投放 GBU 武器需要先将弹体绑在装载平板上，之后送进货舱，并为其配备降落伞。投放时将弹体或平板的降落伞打开，最后弹体脱离平板自由落下。说起来挺简单的，但也有很多的问题。第一，重量 ，C130 的确投放过炸弹，但没投过 GBU 武器那么重的，其重量 13.6 吨，而之前投放的 GBU-43 只有 9.8 吨 ，BLU-82 也不过 6.8 吨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投放破万公斤炸弹的经验。第二，安全 B2 携带 GBU 武器，什么都不用担心，其可以深入领空，快速且精准地打击福尔多核设施。但 C130 不行，需要考虑安全性的问题。虽说以军已经掌握伊朗天空，但是谁也无法保证绝对安全。万一角落里藏有伊朗的导弹，运输机这东西速度慢，自卫能力基本为零，万一被炸就完蛋了。第三，威力与 B2 相比 ，C130 的劣势在于速度与高度，这会对武器的整体冲击力产生影响。对于一种需要深入山体并引爆的弹药来说，影响非常显著。当然，也不是不能弥补，给 GBU 武器装一个火箭助推器，就可以弥补释放速度和高度的差异。其次，GBU 武器想要摧毁福尔多核设施，需要2枚打击同一地点才有机会。使用 C130 投放的话，或许无法保证这一点。北约限制军援信息，防止俄罗斯别有用途。6月24日至25日，北约峰会将于海牙举行，预计各成员国同意将国防支出目标提高至 GDP 的 5%。不过，在外公布信息方面，北约明显提高警觉。根据媒体报道，由于担心被俄罗斯利用，北约组织正逐步限制对外公开其军事行动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的细节。也就是说，之后北约的防卫计划与威慑策略的信息将有所限制，防止莫斯科事先掌握行动内容。按照北约官员的说法，在记者会上所说的内容几乎都会实时出现在俄罗斯的新闻频道中，并以对莫斯科有利的包装方式解说。另一边，俄罗斯也会通过捏造假新闻制造争议。为了反制俄罗斯继续捏造这些不实新闻，北约国家已开始限制公开的信息，包括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细节。德国那边早就开始这样做了，自5月起不再公布交付金牛座的信息，并将军援资料全面列为机密。当然，如果俄罗斯非要捏造假新闻，其实也不是很难，找印度与伊朗学习一下就行了。在印度的宣讲下，自己在印巴冲突中赢麻了，摧毁了8架 F-16D， 伊朗更狠，直接击落多架 F-35I， 并贴心地附上了 AI 制造的证据。美军怒火无人机亮相，专为印太冲突设计。火力军说过很多次，未来空战无人机才是主角。现在证据来了，在巴黎航空展上，美国国防科技新创公司安杜里尔正式推出了名为“怒火”的无人机。与其他无人机不同的是，怒火无人机自带 Lattice OS AI 软件，不再需要飞行员在千里之外遥控，在空中作战时可以自主思考，执行侦察、电子干扰、精准打击等多种任务。看起来没什么，但是其背后的战略思想是颠覆性的。之前的先进战机或无人机造价都比较贵，一旦损失，代价相当高。而怒火无人机在设计之初就是以大规模建造为目标，采用了大量商业现成技术，可以替代飞行员执行比较危险
险的任务。未来空战时，美军可以部署数十架甚至是上百架怒火无人机，以蜂群战术进行饱和式攻击，或建立无缝的侦察网。实际使用时，怒火无人机也极为便利，其续航时间达到了15个小时，并采用开放式架构，能够快速更换任务模块，维护也很简单，不依赖大型后勤基地，很适合快速反应的远征部队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轰炸福尔多是以色列动手还是美军动手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我是霍立军，下期见。